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人工智能发现了常洛林，一种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新型抗生素。据加拿大 CP24 报道，麦克马斯特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于2025年10月3日在《自然微生物学》杂志宣布，成功发现名为常洛林 Enterolin 的突破性抗生素，专门治疗克罗恩病等炎症性肠病。这项研究创下全球首例 ，AI 仅用100秒就预测出药物作用机制。团队随后用6个月，仅$6万完成验证，而传统药物研发需耗时数年，投入数百万美元。常洛林能精准杀灭引发克罗恩病的特定大肠杆菌，而不损害肠道有益菌群。目前全球炎症性肠病患者超千万，中国预计2025年患者将达150万。传统疗法复发率极高且无法根治，多数患者需终身用药。这种 AI 驱动的精准抗生素研发模式，能否彻底改变炎症性肠病的治疗困境，让患者摆脱终身服药的命运？医药专家指出，精准抗生素开创了靶向治疗新时代，如能成功推广，将大幅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同时 ，AI 加速药物研发，可将新药上市时间从10年缩短至数年，为攻克更多难治性疾病带来希望。2. 全球卫生机构更新预防产后出血死亡的指南。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报道，世卫组织于2025年10月5日发布最新产后出血防治指南，包含51项循证建议，其中新增治疗组合包推荐方案。产后出血是全球孕产妇死亡首要原因，特别在低收入地区更为严峻。新指南基于世卫组织与联合国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最新诊断准确性研究，更新了出血量评估标准和治疗流程，强调早期识别、快速干预和标准化治疗包使用。相较2012年版指南，此次更新整合了2023年新证据，重点解决诊断与管理差异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多年努力，产后出血致死率仍居高不下，低资源地区尤为突出。这套综合性新指南能否真正打破地区间医疗水平鸿沟，挽救更多产妇生命？全球妇幼健康专家表示，新指南若在基层医疗机构有效落实，配合标准化治疗包和医护人员培训，有望在未来5年内将产后出血死亡率降低30%以上，尤其对资源匮乏地区意义重大。3. 富裕国家提供贷款，贫穷国家却因气候援助而负债。据荷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援助资金中，大部分以贷款形式提供，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急剧加重。气候脆弱国家既要承受极端天气灾害损失，又要偿还高额气候贷款本息，陷入双重困境。数据显示，2020到2022年间，气候融资中贷款占比超60%，无偿赠款仅占1/3。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绝大部分温室气体，却让发展中国家为气候变化买单。这种债务陷阱式援助背离了气候正义原则。联合国气候大会多次呼吁增加赠款比例，但富国一意孤行，坚持贷款模式。相比1992年里约峰会时的共同担有区别责任承诺，如今富国立场格外倒退。这种将气候援助变为商业牟利的做法，会给南北国家关系造成什么难以弥合的裂痕？国际发展专家警告，若富国持续以贷款代替援助，将导致数十个脆弱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不仅无法应对气候变化，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反噬全球气候行动，使2030年减排目标彻底落空。4. 捷克右翼民粹主义者安德烈·巴比什赢得议会选举，可能影响乌克兰政策。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71岁的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率领的是的运动党在10月4日结束的捷克议会选举中以34.7%得票率强势胜出，时隔4年重返权力中心。巴比什明确宣布将终止捷克主导的国际炮弹采购计划，该计划已为乌克兰筹集数百万发炮弹，并拒绝承诺北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自称特朗普主义者和和平使者。
这标志着捷克外交政策将从坚定支持乌克兰急转至向匈牙利、斯洛伐克的亲俄路线靠拢。现任总理菲亚拉领导的联盟仅获约 24% 选票惨败，相比2021年上台时的亲欧盟立场，8比10如今一意孤行转向孤立主义，令布鲁塞尔和基辅格外震惊。中东欧阵营的这一分裂会否彻底瓦解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共识，让普京在外交战中获得决定性突破？欧洲政治分析家指出，若8比10成功阻隔，将与匈牙利、奥尔班、斯洛伐克菲佐形成反援乌三角，可能阻挠欧盟对乌援助决策，严重削弱西方阵营团结，给俄罗斯以喘息空间，令乌克兰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5. 朝鲜计划在地区紧张局势下采取新的军事措施。据美国新闻网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10月5日宣布，平壤将采取额外军事措施以应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力集结，并已分配特殊资产用于相关部署。金正恩在重要阅兵式前夕发表讲话称，敌人将不得不担忧其安全环境正朝哪个方向发展。此举正值朝鲜持续谴责韩美联合军演之际，平壤视其为侵略演习。2024年10月，朝鲜曾派遣超1万名士兵赴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战，与俄军并肩作战，标志着朝俄军事同盟实质化升级。相比2022年俄乌冲突初期的谨慎观望，如今朝鲜公开站队俄罗斯，并加速核武库和常规军力扩张，这种军事冒险主义升级会否引爆东北亚新一轮军备竞赛，将半岛推向战争边缘？朝鲜问题专家警告，金正恩此番表态暗示可能部署新型战术核武器或远程导弹系统，配合其在俄乌战场获得的实战经验，将显著提升实战作战能力，迫使美韩日加强军事戒备，导致地区紧张螺旋式上升。6.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促使波兰启动防空系统。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俄罗斯于10月5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波兰随即紧急出动战机，并将地面防空系统提升至最高戒备状态。此次袭击重点针对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州，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566架无人机和45枚导弹，但仍有5枚导弹和31架无人机突破防御，袭击16个地点。9月，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次数创战争以来单月新高。更严峻的是，9月10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侵入波兰领空，并被北约战机击落，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首次开火。相比战争初期的克制，如今俄罗斯一意孤行，频繁袭击西乌克兰，甚至不惜侵犯北约领空。俄罗斯这种步步紧逼的战术，会否最终将北约直接卷入战争，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专家认为，俄罗斯有意测试北约红线，若袭击持续升级并再次侵犯波兰领空，可能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第5条。届时，欧洲将面临全面战争风险，而美国新政府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因素。7. 心理学家探究欧洲各地不明原因无人机目击事件引发的焦虑。据英国卫报报道，心理学家正深入研究席卷欧洲的无人机恐慌现象，认为这是一场集体焦虑发作。10月2日至4日，德国慕尼黑机场因未经证实的无人机目击3度关闭，迫使数十架航班取消或改道，影响数万名旅客。丹麦、波兰、爱沙尼亚、比利时等国均报告类似事件，多处机场和军事基地被迫临时关闭。但事实令人震惊，多数无人机实为星星、民航客机或天文现象误认，与1946年瑞典幽灵火箭恐慌和2019年新泽西无人机歇斯底里如出一辙。研究显示，俄罗斯入侵威胁加剧了区域性恐惧，导致民众在压力下将正常天体误判为敌对无人机。欧盟已提议建造无人机墙，德国讨论击落授权。相比冷战时期尚能保持理性，如今欧洲在俄乌战争阴影下格外神经紧绷。这种集体恐慌心理会否被敌对势力利用，通过制造虚假警报瘫痪欧洲关键基础设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
历史上幻影攻击者恐慌往往导致资源浪费和政策过度反应。当前欧洲需建立科学核查机制，避免将天文现象军事化，否则将陷入自我制造的安全困境，让真正威胁趁虚而入。8. 叙利亚举行巴沙尔·阿萨德倒台以来首次议会选举。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叙利亚于10月5日举行阿萨德政权倒台后首次议会选举，这是该国自2024年12月反政府武装推翻巴沙尔·阿萨德54年家族统治以来的历史性时刻。此次选举采用间接选举制，210个议席中121席由选举人团投票产生，其余89席由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阿直接任命。新议会将负责制定新宪法和选举法，标志叙利亚政治转型迈出关键一步。但民主缺陷明显，库尔德控制区和德鲁兹派聚居地被排除在外，无宗教配额保护，引发少数民族不满。相比阿萨德时期的橡皮图章议会，新议会虽有所进步，但仍由前反政府武装领导层主导，民主化前景存疑。这场被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选举，能否真正终结叙利亚长达14年的内战创伤，实现各派力量的和解与国家重建？中东问题专家警告，若新政府无法实现包容性治理，赋予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平等权利，叙利亚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后萨达姆、卡扎菲时代的教派冲突覆辙，陷入新一轮动荡，届时IS等极端组织将卷土重来。9. OpenAI 推出 Sora 2，一款文本转视频 AI， 引发人们对 AI 质量低劣的担忧。据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报道， OpenAI 于10月1日推出 Sora 2文本转视频 AI， 并同步发布社交媒体应用，瞬间登顶苹果应用商店，但随即引爆版权侵权和 AI 垃圾内容争议。用户发现 Sora 2能轻松生成马里奥、皮卡丘、海绵宝宝等受版权保护角色的视频，甚至制作海绵宝宝制毒等违规内容。任天堂等版权方愤怒质疑 OpenAI 是在自找被告。更严峻的是，这款应用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整合进类似 TikTok 的短视频平台。评论家担忧会制造强化学习优化的垃圾信息流，加剧网络成瘾、孤立和虚假信息传播。OpenAI 声称会定期调查用户心理健康并设置安全护栏，但视频仅包含 Sora 标志水印和原数据标识，极易被移除。相比1年前 Sora 1的谨慎内测， OpenAI 如今一意孤行，直接面向公众开放，格外激进。这种缺乏监管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大规模应用，会否彻底摧毁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可信度，让深度伪造内容泛滥成灾？数字媒体伦理学家强调，若不建立强制性 AI 内容标识和版权过滤机制， Sora 2将成为虚假信息、选举操纵和网络诈骗的核武器，严重威胁民主制度和社会信任基础。各国监管机构必须立即介入。10. 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向大豆种植户提供援助。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总统于10月2日宣布，将动用关税收入为美国大豆种植户提供重大援助计划，以应对中国因贸易战而停止采购美国大豆造成的损失。特朗普指责中国仅出于谈判目的拒购美国大豆，并表示将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将大豆问题列为主要议题。数据显示，中国曾是美国大豆最大海外买家，但自2025年5月以来完全停购，导致美国大豆价格暴跌，农民收入锐减。援助规模预计至少100亿美元，具体细节尚未公布。这是特朗普第2次为贸易战埋单。2019到2020年首轮贸易战期间，他向农民提供超680亿美元补贴，但农民代表警告，中国可能彻底绕过我们转向巴西、阿根廷，补贴只是权宜之计。相比第一任期时尚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如今特朗普一意孤行加征关税，中美对抗格外激烈。这种用纳税人钱为贸易战失败买单的做法，能否真正解决美国农业困境，还是会让农民陷入对政府补贴的永久依赖？农业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依赖政府援助将扭曲市场机制，削弱美国农业竞争力，而中国已建立起拉美大豆供应链，即便贸易战结束，美国大豆市场份额也难以恢复，农民将面临结构性衰退。11.
抗议活动后，格鲁吉亚总理采取行动禁止反对党。据瑞典电视台报道，格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在10月4日地方选举前加速镇压行动，至少60人因参与反政府抗议被拘留，数十人经不公正审判后入狱，9名反对派领袖仍被羁押。最近一起逮捕发生在9月29日，吉尔奇更多自由党政治家格拉哈萨亚被捕。执政党创始人伊万尼什维利早在2024年选举前就公开宣称，要获得议会3/4多数，以便修改宪法禁止反对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显示，抗议者遭警方和暴徒疑似当局指使殴打，数百人被捕并在拘留期间受虐待，数十人需住院治疗。抗议始于2024年11月，政府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反对派指控该次议会选举被操纵。相比2012年格鲁吉亚梦想上台时承诺的民主改革，如今该党一意孤行走向威权统治，格外背叛民意。这种公然镇压反对派、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会否让格鲁吉亚彻底滑向白俄罗斯式独裁深渊，永久失去加入欧盟的机会？东欧民主化专家警告，格鲁吉亚正重演乌克兰2013年广场革命前夕场景，若政府继续暴力镇压，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社会动荡甚至内战，而俄罗斯将借机干预，将格鲁吉亚拉入其势力范围。12. 普京警告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后果将不堪设想。据乌克兰 RBC 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0月2日发出严厉警告，称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将彻底摧毁俄美关系，并标志着质变性的新升级阶段。战斧导弹射程超2400公里，可直接打击莫斯科等俄罗斯纵深目标，将显著提升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此番表态正值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华盛顿正考虑基辅的战斧导弹请求之际。普京声称此举不会改变战场局势，因为俄军正缓慢但稳步推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强调，俄方将采取适当回应措施。但矛盾的是，普京同时赞扬特朗普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的努力，展现出拉拢特朗普、分化美国内部的策略。相比2022年战争初期的克制，如今普京一意孤行，频繁发出核威胁和升级警告，格外歇斯底里。这种反复施压的恐吓战术，能否真正阻止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强大武器，还是会迫使北约更坚决地支持基辅，直至俄罗斯彻底失败？军控专家分析，普京的威胁反映出俄军在战场压力下的焦虑。战斧导弹若部署，将让俄军后勤枢纽、指挥中心暴露在打击范围内，可能迫使莫斯科真正坐到谈判桌前。但也存在普京铤而走险使用战术和武器的极端风险。13. 白宫警告称，如果政府关门谈判失败，联邦工作人员将被解雇。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白宫于10月2日发出严厉警告，若国会无法达成预算协议，将很快启动大规模裁员计划 RIF。美国联邦政府于10月1日临时正式关门，这是2018年以来首次停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约75万联邦雇员每天被强制休假且无薪，另有数十万人被要求无偿工作，政府每天因此损失4亿美元补偿成本。白宫新闻秘书拒绝明确裁员时间表，但强调将采取行动削减政府规模。此次停摆正值特朗普政府以大规模裁员数月之际，许多联邦雇员称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比此前停摆期间，政府尚会保证事后补发工资。如今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威胁永久性裁员，格外冷酷无情。这种将政治斗争代价转嫁给普通公务员的做法，会否彻底摧毁联邦政府运作能力，导致关键公共服务长期瘫痪，最终让数百万依赖政府服务的美国民众成为最大受害者？公共管理专家警告，大规模裁员将导致有经验公务员流失，关键岗位空缺，即便政府重开也难以恢复正常运转。长期停摆还将损害美国信用评级，增加借贷成本，最终由全体纳税人买单。14. 美国将大幅扩充海军舰队。据乌克兰 RBC 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于2025年1月发布评估报告，美国海军2025年造舰计划将在未来30年投入1万亿美元，
购买364艘新战舰，将舰队规模从目前296艘扩充至390艘。该计划比2024年方案购买更多现役舰艇和小型舰艇，重点增加潜艇、水面战斗舰和2栖舰艇吨位。2030到2054年间，相关舰艇吨位将平均增加50%，具体包括每年建造2艘攻击型核潜艇，2026到2043年，和1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2026到2035年。但报告警告，未来5到10年，舰队导弹和鱼雷发射能力将暂时下降，直到2030年代才随舰队扩张而增长。这是美国应对中国海军快速崛起的紧急应对。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超过美国，且以每年数十艘速度增长。相比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时期大幅削减海军，如今美国一意孤行重启大规模军备竞赛，格外激进。这场史无前例的海军扩张计划能否真正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扩张，还是会将两国拖入破坏性的军备竞赛陷阱，最终重演冷战时期苏联因军费拖垮经济的悲剧？海军战略分析家指出，1万亿美元投资将严重挤压其他国防和民生开支，且美国造船工业基础薄弱，能否按时交付存疑，而中国造船能力是美国200倍以上，数量竞赛中美国难占上风，需转向质量和技术优势。15. 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国防部长批评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协议。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阁于10月3日批准了与澳大利亚的普克条约 （Pukuk Treaty）， 但该协议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议。前国防部长等批评人士称其为新殖民主义条约，将损害巴新主权。该条约规定，一旦任何一方遭受武装攻击，双方将互相防卫，大幅增加军事装备和人员整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曾于9月17日访问巴新，希望签约，但因国内反对而延迟。批评者担忧，条约将使巴新卷入澳美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而中国已对巴新发出警告，称不要损害中国利益和巴新主权。相比1977年独立初期与澳大利亚的平等伙伴关系，如今这份条约被指让巴新外交和军事政策事实上受澳大利亚控制，格外令人忧虑。这种牺牲主权换取安全保障的做法，会否让巴新沦为美澳印太战略的前线炮灰，在大国博弈中彻底丧失独立自主地位，重蹈冷战时期小国被大国摆布的悲惨命运？太平洋地区专家警告，若巴新与澳大利亚军事绑定，将刺激中国加大对所罗门群岛等其他太平洋岛国的渗透，导致该地区全面阵营化。这些小国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失去战略自主权，发展议程被安全化取代。16. 任天堂游说日本政府保护创作者权利免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据任天堂官方声明报道，该公司于10月5日正式否认了日本议员关于其游说政府反对生成式 AI 的说法。此前，日本民主党众议员前野聪于10月4日发帖称，任天堂正在避免使用生成式 AI 以保护知识产权，并正与政府进行游说活动。任天堂随即发表声明澄清，与近期网络讨论相反，任天堂未就生成式 AI 与日本政府有任何接触。无论是否涉及生成式 AI， 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保护知识产权。这一事件凸显了日本游戏产业对 AI 侵权的高度警惕。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推出的 Sora 2.1能轻松生成马里奥等任天堂角色视频，引发版权争议。多家内容创作公司担忧 AI 训练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相比欧美国家对 AI 创新的激进支持，日本对版权保护格外谨慎。但任天堂的公开否认让事态更加扑朔迷离。如果游戏巨头连政府游说都不愿承认， AI 对创意产业的威胁是否已严重到让企业不得不秘密行动的地步？知识产权律师分析，无论任天堂是否游说，日本政府都面临艰难抉择。过度保护版权可能阻碍 AI 创新，但放任不管将让动漫游戏等支柱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最终损害日本软实力根基。17. 比特币突破12万5千美元，创历史新高。据彭博社报道，比特币于10月5日亚洲交易时段飙升至125.750美元历史新高，
超越8月14日创下的前纪录。这波涨势由美国政府停摆引发的贬值交易推动，投资者担忧美国财政混乱，将资金转向比特币等避险资产。数据显示，24小时交易量近500亿美元，近1亿美元空头头寸在1小时内被强制平仓。比特币 ETF 出现强劲资金流入，供应量降至历史低位。分析师将10月称为涨势10月 October， 认为加密货币正进入新一轮牛市周期。相比2022年加密货币寒冬时，比特币跌破2万美元，如今价格已暴涨超6倍，总市值突破 2.5万亿美元。但批评者警告，这种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泡沫格外危险。比特币这种因政治混乱而暴涨的避险资产逻辑，能否经受住真正金融危机的考验，还是会在流动性枯竭时瞬间崩盘，让数百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加密货币经济学家指出，比特币价格与美国政治稳定性呈现反向关系，令人不安。若特朗普政府持续制造混乱，可能推动比特币突破20万美元，但一旦监管收紧或出现大规模黑客攻击，市值可能在数日内蒸发数千亿美元。18. 在推出 Grokapedia 与维基百科竞争。据乌克兰 RBC 报道，埃隆·马斯克于10月1日宣布，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开发 Grokapedia， 声称将大幅改进维基百科，并称这是理解宇宙的必要步骤。马斯克随后表示，beta 版将在2周内推出。此举正值马斯克及其盟友长期指责维基百科存在偏见之际。Grokapedia 将由 Zai 的 Grok 聊天机器人驱动，利用 AI 生成内容，而非维基百科的协作编辑模式。批评者质疑 AI 生成的事实可能充斥幻觉、偏见和虚假信息，且缺乏维基百科严格的引用和审核机制。维基百科拥有25年积累的6000万篇文章和数百万志愿编辑，被视为互联网之星。相比维基百科的非盈利、开放协作精神，马斯克的 Grokapedia 一意孤行采用封闭式 AI 模型，格外令人担忧。这种用黑箱算法替代人类协作智慧的做法，会否摧毁人类知识共享的最后堡垒，让真相彻底沦为由亿万富翁控制的 AI 算法的产物？数字人文学者警告，若 Grokapedia 成功取代维基百科，将标志着知识生产从民主化协作退回到精英垄断。马斯克可通过 AI 训练数据和算法偏见塑造官方叙事，这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社会构成根本性威胁。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